在运动过程中受伤，自然疼痛难忍。医生建议，如果疼痛不严重的话，可以先尝试运动创伤急救法 RICE。Rest 就是说休息，所以当它痛的时候就不要去动它，让它这个消肿。Elevation 就是提高肩膀啊、手肘啊、脚啊，所以有一个东西垫着它，让它提高它，帮助血液循环。Compress 就是说急性受伤的问题呢是冷敷，它的冷度呢会帮助呢周围的肿呢消。Immobilize 呢就是不要去动它，甚至于连去熬它也不要去熬。我们英文的字母就是 RICE，Rest Elevation。Compress and immobilize。根据临床观察，运动伤害患者在实施 RICE 急救调理后的3天内会开始消肿，疼痛也会减轻5到7成。但如果5天到1周内还不见消肿止痛，就必须寻医。医生指出，腰部、膝盖和肩膀是3大容易受伤的关节。而在急性运动伤害类型当中，有7成是肌腱类损伤，另外30%则是可能损及功能的器官类伤害。一个膝盖的痛呢，有些时候是因为腰受伤，或者坐骨神经会被拉伤，使到他的膝盖呢、大腿呢痛。当你这样简单的来伸展它的话，连伸展都不能够，或者它痛到它急性肿得很厉害，这个我们就会比较担心。任何运动都有可能造成意外的碰撞、摔倒等急性损伤，而从中医理疗的角度，一些特定的运动伤害，则是因为长期锻炼导致一些部位的磨损。我们的韧带、我们的肌肉，比如说网球肘了，你肱二头肌、肱三头肌这里，它连接地点是在我们手肘这边嘛。一个是在长头跟短头是在我们肩膀这边。只要你长期运动，用这手一直打球这样的，比如网球、高尔夫球肘也好，网球一直长期用这个运动来做的话，你的肌肉会劳损，你的韧带接触点会劳损。韧带的劳损比较明显啦，韧带是连接我们骨头那边连接的位点。一般上，中西医都会先以物理检查的方式初步定位伤者的疼痛位置，西医则会依照不同的情况安排患者进行 X 光、核磁共振成像或电脑断层扫描。X 光主要是确认骨头和脊椎的状态，比 X 光更仔细的电脑断层扫描能帮助观察是否有细微的骨裂。肌腱、软骨、椎间盘、神经线等的损伤程度，则仰赖核磁共振成像的检测。原本以为只是普通扭伤的陈国强，在完成核磁共振成像扫描之后，才发现软组织损伤，幸好及时求医并且痊愈。不过，陈国强表示，他仍然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受伤过后的右膝盖已不如原厂设定。右边呢，就是受伤的那个部分，就觉得，好像有东西被松掉了，又接回去的那种感觉。走路呢是完全没感觉。如果说蹲下来，跟爬楼梯的时候，就会觉得说，好像有点不太像以前这样。而忍痛1年才就诊的琪琪，则接受了较疼痛的放血疗法。移血的意思是说，你放出来的血是黑，颜色比较暗的，而且会结块的。因为基本原因就是它已经不携带氧，而是2氧化碳，一些本来应该随着身体排出去的血，我们叫离经之血。离经之血就存在那边，它就会造成阻塞啦。阻塞不通就痛了。除了放血，针对性的牵拉正骨、矫正推拿和针灸贴敷都是中医常见的治疗手段。用中药，我们有些乳香没药桃仁红花，我们有一个基本方，这样配出来，里面还有田七粉这样，加进里面呢，配成一个方来做包的、外敷的。那现在呢，这些都已经成为成药了，所以我们用药贴。外敷，然后呢内服我们就有那些祛伤的药了，像血虎注意汤啊。运动损伤的后果可大可小，轻则只是患处短暂不适，重则可能影响其他器官机能，甚至恶化成慢性疼痛。中医认为，组织受损后，结节和淤血会累积阻塞，形成肿块，造成慢性疼痛。
而西医目前对慢性疼痛的成因和定律还没有定论。不过，受访医生指出，无论伤势轻重或如何调理，有10%的急性运动伤害患者最终仍然会发展成慢性疼痛。不过，如果已经损及骨头或伤势偏重，西医会进行手术及药物治疗，同时鼓励所有患者适当复健，才能够防止受伤部位的肌肉萎缩。现在新的治疗方式呢，我们说打血小板，你自己本身里面的血，我们抽出来，把这个血呢提炼成血清，血清里面呢含有很多的血小板，血小板是帮助那个伤口复原的嘛。所以同样的，我们把这些血小板呢打进肌腱的受伤的地方，来帮它修补。运动伤害虽然以意外居多，但也不是防不胜防。无论中医西医，都建议在运动前必须确保穿着正确，充分热身，过程中更需要循序渐进，量力而为，保持定期运动的规律，以慢慢提升自身耐力为目标，才能够有效地承受压力，在安全的范围内尽情地享受运动的乐趣。